好，我们今天来简单玩一下日共重置。粉丝想看我们打海战，所以就不给这个美德加太多的装甲了。这边启用彩蛋，送2个神将，能让陆军操作轻松不少。上面国家路线也是按照粉丝要求专门设置了一下。这次也是按照粉丝要求开了一个 AI 海军生产优化，在这边可以看到，关于海军的强化，粉丝希望给这个英国和美国加强啊。英国的话，海军强国；美国搞一个海军大国。开局的彩蛋啊，日本高中生重返德军总部就算了，因为我们主要是玩海军，陆战只是顺便打打，就搞个步坦协同。开局的国策全都要点，这次还是选择孤注一掷，因为有这个国策，我们能在内战结束后快速拿下伪满。前期的生产主要还是造枪炮，飞机可以取消，一些多余的船也没什么用。所有部队拉回家训练，找2个师去刷一下经验。这局的军事线优先海军，海军点到最下面需要20个船坞，我们正好差1个，所以开局先修船坞。所有都修在东海道吧。一开局就有一个释放德田球衣的决议，直接点啊。26兵变平息，选下面这个选项送我们一个9步。革命方针直接选择福本派，因为离这个东京最近啊，最快速度能拿下东京。很快就到了这个孤注一掷环节，我们已经有15点经验了，赶紧搞一个1炮师，突袭兵工厂，优先突袭火炮工厂，拿外门火炮。在这个政变前先把外面的部队删了，然后所有部队全部改成炮兵啊，1炮师打内战打得比较快。很快内战爆发，我们直接把这些部队再改回去，改成步兵师，然后我们分到的内战部队迅速往东京靠拢。这些内战国策基本上没什么用，给的装备太少了。我们直接开始点海军啊，先把外面的船全部开回来，防止和自己的船打起来啊。最快速度向东京出发。到这边我们解锁了神秘高中生的彩蛋内容啊，送我们2个究极强的将领。我觉得最强的是这个补给消耗减 20%， 这样的话我们装甲师基本上不缺补给了，这2个将够我们从头玩到结束了。我们这局主要玩的是海军，所以陆军就偷偷懒啊。这个内战也是光速结束，毕竟东京没有人，我们直接走过去就行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手上就剩下开局的17个师，加上这个26兵变送的一个师，18个师。内战打太快，导致我这个海军国策都没点完啊。先不点了，我们去点左边的，先最快速度点到追歼穷寇，然后再东亚解放，把这一连串要打的先全部解决掉。关于贫困率的问题先不着急解决，因为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很快点完了追歼穷寇，我们把兵力全部放在了左侧，这边直接宣战啊，先刷经验，然后国策先拿一下政治点数，把我们能点的顾问全部安排上。为了防止打太慢，我们先来一个陆军进攻大师，这样的话经验值攒的也快一点。刚开始部队没什么火炮，现在这边刷一下经验，等经验值刷到了，我们直接改成3炮啊。工业国策我选择的是福本派，点到最下面有这个超工业化，可以一直给我们刷工厂，还是挺赚的。土地改革依然是选择福本派，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政策。最后这个政治架构我们就选择讲座派了啊，因为是这个德田球衣啊。然后换一个新国旗，这边经验值总算攒到35了，直接改，把3个步兵换成炮，这样的话我们步枪也不缺了。接下来可以再加一个支援连。军事建设具体效果能在这边看到啊，一个是提高组织度，一个是提高补给范围，还有提高突破能力。我们肯定是要补给范围啊。很快我们就拿下了伪满，所有地直接全吃，不浪费时间。
船的话分数差一点，就把大船全部吃回来。先不着急归还土地，我们先打通陆上通道，不然会没补给的。接下来国策优先把中级战舰点出来，这样的话会送我们大和级超级战舰的图纸啊，我们就可以直接造这个超重了。目前已经训练了不少经验了，这边也是最快速度拿下。顺便确保一下暹罗的意识形态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下暹罗的资源。这我就有点绷不住了，正常情况他是不会同意的，这样一来我们反而吃不了他的工厂和资源了。也是光速拿下晋系，直接全吃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点这个决议把地还回去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去打一下校长了。目前没什么事做，刷点伊布师，待会儿去派一下国际纵队。大和级超级战舰，给我们这个超重型战舰船体啊，我们可以先自己设计一下。下面2个也可以开始先造了，把这个运输船的建造可以取消一下了。关于超重的设计，我觉得还是补一点这个轻炮比较好，把这些轻炮拉满，然后再来一个战列巡洋舰的装甲。因为这个装甲我们海战中作用并不大，所以就这么设计好了。关于这个工业用地计划，我选择上面这个啊，这个能直接让我们工厂先翻个 1.2 倍啊，后面也能帮我们省一些格子。点完之后，我们这个工业就变成74了。大船小船我们都要造啊，不然这个平位线上的效率拉不满。我们再来一些轻巡洋舰给我们打一下轻炮输出。才想起来左边这个国策忘了点了，先把这个稳定度拿到手，不然我们现在基本上没产能了。关于这个特殊工程我觉得都没用啊，我们又不玩潜艇，如果玩潜艇的话前期可以点一下。我们主要还是信仰这个大舰巨炮，所以这个就闲置了。考虑到接下来这个国策会一直给我们加稳定度，所以我们可以先把稳定度砍成0。这边皇族的命运我们再砍一次稳定度，这样它还是会慢慢涨上来。之后就是优先拿工厂了，这边工厂有好多啊，赶紧拿。虽然这个重建与发展委员会会减大量的适宜人口系数，但我们不需要人力啊。这个建造速度还是挺香的。因为开局给西班牙选择路线，所以西班牙是有这个西班牙公社的，我们直接派志愿军。新经济体制，计划经济给的是地区最大工业值、建造速度和生产效率上限，这个比较偏后期。合作社经济的话，能先拿20稳定度，然后给了一堆没什么用的数值，但是它的期望工厂数量是15啊，感觉更赚一点。考虑到我们这局也玩不到特别厚的大后期，所以就先合作社了。这局公社被夹在中间还不太好打，还好有这个卡洛斯，慢慢打吧。到了37年的8月份，神秘势力总算有37万的兵力了，我们赶紧点一下这个决议。到了9月份，我们直接宣战，统一不能拖太久啊，只争朝夕。拉上神秘势力，直接冲锋。这边开一个激进，打得快一点。
光速帮神秘势力完成了统一，看一眼西班牙公社居然还在，那就帮他打一下吧。接下来我们就是长久的发育阶段了，可以点这个战后和平建设，把我们贫困率赶紧拉回来。接下来的国策，因为我们这局是正常打的，所以都不太重要了。可以先进口一下原材料，上面可以待会儿把这个阵营合并一下。这边记得在这个事件结束之前啊，赶紧完成一下相关内容，全部解决。关于这个最高速 AI 对于我来说用处不大，所以就不点了。在这个终极学说的决营里面，决战计划的左线点到最后送一个减 30% 的登陆惩罚，这个还是很有用的，非常适合我们后期玩登陆。所以这局我们的学说啊就点左线了。到了这个38年的10月份啊，总算是帮这个西班牙还有中美洲都统一了。只不过西班牙为什么要把这个飞地留出来呢？没搞懂。接下来就是高强度种地环节了，先把这个舰队相关的全部点出来，这样的话能减少我们的生产花费。这边德国刚和英国结盟，就直接对小协约宣战了，看来这个法国是活不了多久了。目前科技还很低，先整一个精盾坦克，后面炮好了我们再换成加农炮。这个国策点完之后，我们出现了重燃太平洋，送了我们1940年的这个科技啊。那我们可以开始造40年的船了。先把送的这些船全部造出来啊，这些都是基本上快造好的。可以看一下他送的这个航母，我个人觉得玩航母还是太欺负 AI 了，所以我们就正常水平的航母吧，主要还是玩这个大舰巨炮啊。他送的这个40年的日本级重型战舰设计不是很符合我的要求，我们自己重新设计一个。设计思路也很简单，依然是中间放满了轻炮，然后船头船尾放重炮，改成巡洋舰装甲，能跑得快一点。保存一下，我们大概在这个41年中旬对美国宣战，所以这个战列舰完全来得及啊。接下来科技的研究方向，海军空军都靠一下，我们这个舰载海轰也是要研究的。关于工业线的国策，我们在战前点到这边就差不多了。他这个事件我也没细看啊，我不知道他这个词是不是打错了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接下来国策找这个苏联要一下火炮卡，他这边给2次火炮科研加成的，然后再去点战斗机。这边一口气把这个
共同防御委员会能点的全点了，加的东西还是挺多的。这边设计一个更高级的坦克，虽然造价非常贵啊，但是我们的硬攻比较高。舰载机的话也是先造起来啊，就是跟2级鱼雷就够了。大规模战车生产很有用，但是陆地决战不需要。感觉我们更需要这个深蓝作战，加上下面的技术之光。到了40年的6月份，美国对墨西哥与巴拿马施压，我们是面对面粉碎他们的进攻。美国不会这么快就进攻的，所以不着急啊。感觉时间差不多了，给我们舰队全部升级一下。主要升级的都是这些新造的船，一直没有给它编队，我们现在编一下。从下往上慢慢升级吧，主要是加一个火控，然后把这个船厂新加的 buff 全部添加上。正常来说改装很快的，我们应该能在41年初完成全面升级。至于其他一些开局的老船，我觉得没必要升级啊，他们都是早期船体，意义不大。这边继续拖时间。到了41年的1月份，我们已经准备摧毁资本主义堡垒了。在开战前把我们舰队分一下，我们这支舰队在平卫线上面有14艘大船，然后小船100多艘，这个平卫效率应该是能拉满的。目前航母没有凑齐，我们再从原来的舰队里面找一个航母过来，给航母装上我们新造的这些海轰全部装满。然后是做一下我们专属的登陆部队，先搞一个大编制，然后把我们主力部队改成海军陆战队，这边500个师直接转了，然后改我们主力师编制，把这个步兵全部换成海陆，差不多就先这样吧，这个编制应该可以了。然后在坦克里面把旧的坦克勾掉，我们用最新的。在开战前先把计划安排一下，首先是巡逻舰，在这3片海域巡逻。我们先把这个菲律宾啃下来，然后再去打太平洋上的岛屿，一个一个慢慢来。潜艇的话也是分成3队在这个附近钓鱼，4队也可以。然后主力舰队开打击，剩余的开局老船就留在家里面省油了。周围地区也没必要专门保护运输船。宣战的话，我们单独打就不带上菲律宾了。去看一眼美国的这个舰队，根据目前的情报，美国开战前应该是有400多艘船的。我们这个决议里面要求有一个击破白鹰，是把这个美国的舰队打得不到200艘。这边还有一个赤刃计划，是给我们加这个进攻加成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情报网，所以就先不着急了。他这支舰队刚撤退又被我们逮到了，肯定是要全军覆没的，不能让他跑掉。刚刚驱逐舰全部倒完了，这一轮就直接全部吃干抹净。这样一来的话，美国驻守在菲律宾的舰队就直接消失了。还有一艘战列舰剩一个方向盘跑了，能不能追上啊？也给追上了，就想跑啊。随着我们成功登陆达沃，菲律宾很快就停止了抵抗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攻略一下太平洋的岛屿了，这边也解锁了一些决议给我们提升一下顺从度，顺便刷一点岛屿驻守部队。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打吧，每拿下一些地区，我们这个 buff 就会生效我们先登陆一下关岛，然后是威克岛，后面还有中途岛、约翰斯顿环礁以及最后的夏威夷。